对我的羊做了什么？对他做了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早上还好好的，此刻怎么这样了？他站都站不起来了。就你这几只细腿山羊，我抬脚就碾死了。我可没工夫给他下药。我家羊一直好好的，你们来了就这样了。不是你是谁？你松手！你赔我羊！松手！还没下药。你看这桶里是什么？不就是草根吗？打水的时候掉进去了。这是鬼田根，我也是收药时听这里人说的。这鬼田根多生于阴暗潮湿的角落，根须有药性，进水后可使人四肢麻木、虚弱乏力。想必这羊就是吃了被鬼田根水泡过的甘草才会如此。就是它，哦，终于找到了，跟桶里的根须是一样的。哦，李妈妈，这边是鬼田根了。哦，你再去那边看看，看还有没有。哎，这就是。现在什么感觉呀？还好。你方才昏睡的时候，偶尔会喊疼，是哪儿不舒服吗？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，梦到被人带进深山，我拼命抵抗，却还是被人挑断手筋，推下了瀑布。还梦见什么了？那代人蒙着面，看不清样貌。不行了啊！这几日，咱们就好好的把病养好，先把药喝了。娘子，大只尖子呢是本店名菜，可是吃相略有不雅，倒是有个适合女眷的西施舌，娘子可要尝尝？西施舌倒是文雅，
那就来个至坚吧。好嘞。娘子，我们还是先去买首饰吧。若是被主母知道了，吃顿饭而已，没什么好心虚的。石娘子，把这个端过去。这个是吧？子怡公子，哦，慢走啊。我与石娘子倒是有缘。石娘子独自外出啊？母亲允我出门看些首饰，听闻这酒楼不错，便进来坐坐。这家的西施蛇的确不错。是哪桌点的大翅尖子？客官，是您这边点的吗？不是，一会儿让人送去。雪霁清茶便饭就不留公子一起了。不是，你往哪儿送呢？就是这位娘子点的。客官，这位娘子一看就是懂行的老饕，旁的菜色呀是看也不看，眼里只有这大翅尖子。慢用。我听闻这家店的至坚会先用明火锁味，再送进沸水浸泡，烧制后再经1日1夜才能端上桌。想必肉质鲜美，外酥里嫩。你们先出去吧。因此，是。石娘子懂行，就是运气不太好。不过石娘子放心，有我一道，就算是石将军来了，也不会说什么。石娘子大可放心吃。慢用，慢用啊！您今天吃怎么样啊？有什么不满意的随便提。子瑜公子，从前我在仰山，都是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倒吓着石娘子了。好吧，加酒是吧？加油是吧？对，好的，没问题。您既然这样查，好吃。难为石娘子迁就我这个粗人。公子分明体贴入微。我听父亲说，公子读过很多书，还下得一手好棋。我小娘去世的早，自幼便无人教我巴雅，不知公子可愿教雪霁下棋？棋盘上这9个点叫做心，中间那个点呢叫做天元。那我就先占天元。你是初学者，先站脚后站边，才不至于腹背受敌。你如果先下天元，根基不稳，不利于围地占木，就相当于把先手让给了对方。棋风一如人风，教你下棋的人，便是把自己的秉性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你。望君珍惜啊！那我若是赢了你的棋，岂不是在做人上胜过于你啊？抱歉，我只会下棋，不会教棋。是血迹唐突了。来，慢点儿。夫君，怎么还下床了？躺了大半日，想下来走走，抻抻筋骨。
夫君这是给我带什么好吃的啦？啊，山上摘了些野果，此地寒凉，李妈妈去温热一下。哎，是，你快坐。有军务在身，也不能停留太久了。你为了我两地奔忙，至少坐下来喝口热茶，歇息一会儿吧。夫君，这几日药铺里可热闹了。先是林姐姐，又是王娘子，你知道吗？王娘子家的山羊突然卧到地上，起都起不来。后来我去一看，才发现是她的瞳里进了鬼田根。鬼田根？然后呢？鬼田根是当地的叫法，旁的地方不常见。你别看这鬼田根貌不惊人，若是把它浸入甘草饲料里，药性甚猛。只是可怜了那几只小山羊了，估计到此刻都还缓不过来呢。夫君，你说这鬼田根能让山羊倒地不起，那战马呢？啊，夫人这是何意啊？听说戎部都是骑兵，我的意思是，若有什么法子让他们的战马吃了浸过药的饲料，四肢虚软，岂不是能大大折损其战力？是，计是好计，但是该如何把这些饲料放过去呢？我们可以收集鬼田根的根须泡水，把甘草混入后晾干了使用，如此是查验不出的。倘若他们让马儿试吃，马儿的身形比山羊大那么多，一时半会儿药效也不会发作。至于怎么送到敌方去，反正夫君你只管献策，王爷若是有胆识谋略，定会想出该如何行事的。我会跟王爷上报，可是一时间找这么多的鬼田根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夫君放心，你妈妈已经寻过，这附近的鬼田根定是足够的。还是我的夫人思虑周全。崔行舟，要不还是我去带队做饵吧。你是主将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你办好我也很重要，得让他们知道，我是在找他们的主力决战。那你万一被包围了怎么办？那就说明我们的计策奏效了。死了也是浪的。不行，你不能死啊！再说了，那话你得亲自跟柳门堂去说，我可不给你善后。打！阿文迪布鲁托，夫妇维贝纳，诺伊哈阿姆，此地阿了，此地阿了，此地阿了！
今夜决战，军眷们准备今夜彻夜为将士们祈福。夫人，咱们不去吗？祈福无用，人定胜天。大齐刚打完胜仗，怎么连我们外邦的普通商贾都忌惮了呢？我们进完货，马上就走。胡荣哥，你是老郎主的旧部吧？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那我也就没什么隐瞒的了。我们此番前来武宁镇，并非心存恶意，而是为了来迎接老郎主流落在外的纯月公主。我知道，否则你也不会那么顺利的过来。纯月公主在这儿的名字应该是叫林思月吧？王爷，人到了。你我只听说过春日里有雄鸟啄掉自己的尾毛，假扮雌鸟，避开群争，骗取繁衍的机会。可没想到，堂堂一王爷，居然假扮百夫长去骗一个女子。你们大齐的男子真是一个赛一个的虚伪。大胆！堂堂华阳王岂容你污蔑？皇贵，纯月公主，今日我可以放你回去，也可以以细作的名义将你扣下。王爷，王爷若想扣下我，就不会等到呼荣哥来的这一日。我听说阿古善杀了你的父亲，取代了你们真正的王族。我战胜他，只是为了驱狼出境，戍卫边疆，没有伤害你们部族的意思。公主，你大可不必将我视为敌人。阿古善战败被俘，是他咎由自取。除了他，荣部跟大齐本来就井水不犯河水。王爷不用过度猜想我的意思。好，公主豪爽，请坐。今日请你们过来，是想商议一下大齐和荣部的铁矿生意。你知道铁北山的事？盐铁乃国之根本，大齐断容不得这种损害国力之事。公主若能提供线索，我不但可以放你回去，还会上报朝廷，广开官道，促成这一桩双方互利的生意。王爷，此前齐人是与我们部落来往铁矿生意，不过主事者只与老郎主对接，我们并不知情。我只记得3年前，我在荣部看到过一支大齐的镖队。镖队的名字你可记得？不记得。他们很神秘，纱布遮面，每个月往来部落一次，由我阿爹亲自接待，因此我不认识他们。后来我便出嫁，与部族断了来往。多谢公主。战事初平，金甲关恐怕会有阿古善的余孽，我会派一队精兵强将护送你们回去。就这么容易？就这么容易。但是事后还烦请公主将之前的账本交予我军，以便细查。就放着立功个部。阿爹已化成苍狼，账本留在我身边也无益。我可以答应你们，把账本给你。这件事情是大齐和荣部的条件，还有一个条件是本王和公主的约定。怎么还有条件呢？王爷，请说。不要将我的身份告诉柳绵堂。他对我真心相待，数次救我性命，你却让我帮你骗他。我断然不会伤害他，这也是我以淮阳王之名做下的承诺。如今我已担公主之责，身后便是荣部的百姓，我又有什么资格不答应呢？
多谢。我来帮你。这个拿着，是这个。翠家娘子，多谢你。我也没做什么。你对我母子二人的帮衬，我会铭记在心，就像草原上的斑猫。我来武宁镇的这些日子，听过的动物比我这辈子见过的都多。拿着吧，做个念想。正好，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。这是玄铁的匕首，其人很少见过，只赠予最珍贵的朋友。这匕首是玄铁所铸，你拿去防身。照顾好自己。你也是。伊夫什因纳夫。伊夫什因纳夫。只与镖局对决。镖局？镖局？柳绵堂的娘家不是开镖局的吗？我都查过了，北周神威镖局10年前便开始没落了。也就做一做附近的生意吧，来不了大西北那么远。回京复命之前，我要去趟西周。你要去见那个太守圣宗？我倒是要问一问他，如何把这一桩桩肮脏的生意演变成死伤无数的战事。私运铁矿，大换。若真如纯月公主所说，3年前便开始交易，那这么大量的铁矿进入大齐，你往最坏了想，用来做什么？不知道。兵器啊！你说说，意欲何为？崔行舟，你好不容易死里逃生，你命再大也不能这么折腾吧？再说了。就算真有人想谋你，当今太后无道，她总想把你往死了逼，你总替她卖什么命啊？我意已决。西周城太守圣宗恭迎淮阳王。之前让你们支援粮草，太守却抱病闭门不出，看来如今是大好了，还一路小跑来迎接王爷。王爷有所不知，当日听闻真州军缺粮，下官真是心急如焚。
奈何朝廷给我西周的指令只是坚守这城池，而时下西周城正是凶年积岁，下官一时心急，便染上了风寒，实在是来不及调度，也只能每日焚香3炷，遥祝王爷所战相克捷，百战百胜。哎呀，那本王打了胜仗，多亏太守上香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王爷一举平了荣部之乱，是朝廷的大功臣，下官岂敢怠慢，因此特意前来亲迎大军，进城休整。好啊，太守啊，哎，找战俘呢。本王生擒了阿古善，还请西周全城戒严，谨慎看管。是，王爷请。夫人，您怎么了？可是头巾又犯了。停车！啊，停车！什么情况？这儿的官员也太懒政了吧！通关记录别发霉了。按照账本上的日子，分头找吧。啊。不能乱丢啊！看那边啊，大骆驼是不是啊？大骆驼。新娘子来了，你的菜。多谢啊。还有这个，留给他出生之后啊。哎呦，这多谢啊！喜不喜欢大骆驼？你看那边啊，喜不喜欢？夫人，李妈妈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走走。那怎么行啊？别跟着了。